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二期 In Touch 播客。那上一期呢，因为我们做的内容有点太黄太暴力了，没有办法放到国内的公众平台上去，所以呢，我们这一期选了一个更加平和柔和的电影话题，和大家讨论。那我们 In Touch 呢，先用中文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就是去每周两个朋友，老朋友了。讨论讨论电影，就是非常 casual，非常轻松。我们对嗯这个电影的感受有什么想法，就是最直观的一些剖析，不会做大量嗯，的这种研究，不是特别专业的角度。就是电影都是给人看的嘛，人能欣赏就行。然后 anything else 还有什么吗？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就是自我介绍一番，我认为就是差不多说一点点，我你不知道，说就人就是机自我介让大家绍一番。了解一下。嗯可以，你先来。好，我是 V，然后我知道最近他们就是有个 Arcane 那个剧，是不是？然后有个也是拼写跟我一样的，但是我知道他的发音应该是 Y，因为我曾经认识一个男生，他 obsessed，他比较喜欢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以为我的名字也应该是 Y，他就这么叫我，哦，然后我需要去 correct 他，我说不，我跟那个角色的发音不同，就是。嗯。然后我以前是学电影专业，但是不是那种大家理解的，就是拍摄电影，可能是更多的是进行分析，还有一些就是从历史上、理论上这些角度去对一个电影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些剖析吧。然后刚刚就是 Tiana 也说了，就是我们其实这个的目的并不是以一个就是 gatekeeping，并不是就是只有就是有一些有资格的人才能讨论，而是其实想要做一个。哦，其实电影就是人看的，就是大众的一个媒介，所以其实所有人都可以进行一个观赏还有讨论。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人去，可能去互相的去进行一种点子的冲撞，这样的话可以激发出一些不同的想法，可能在我们说之前都没有就是想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讨论的魅力，所以我们也是以这个目的来展开我们的讨论。然后 In Touch 也是。怎么说？我们的 ideas 就是我们的点子是 in touch，但是也是我们两个，因为现在不是在一个城市，不是在一个地方，所以也进行一个 catching up，就是可能是一种就是云 我俩云的一种，高中的时候就是朋友了，现在都对，多少年了？7、8年，差不多7年以上，对，七七年以上的年是朋友了。最少，对，就高嗯。中就开始是朋友，当时是但其实我们英语课的同桌。我们友情的大部分其实都是异地，就是对，都是在两这种个，异地对，的感情。就是对，我是的，那个他一直嗯。是在美国，我一直在加拿大，其实就是两个毕业的老留子讨论电影，说白了就是这个主题。对，如果经常说英文，不好意思，就就是可谅解能需要，一下，谅解一下，真的不是故对，意的，是的，真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就是有一些词儿，它确实一时半会儿你找不到一个100%恰当的词儿去转换它。就是我们会做一期英文，一期中文，一期英文，一期中文，然后大部分的东西是所有的平台，就是油管儿也好啊，这边的 B 站啊和小宇宙也好啊，都会去放出来。但是可能像我们上一期第一期，就是一些很黄很暴力、没法过审的东西就放不了了。那些就是英文的了。你们想看可以就是去提子去外嘛，就是希望不会太无聊吧，反正就是随性的唠嗑。然后对，嗯自我介绍没做完。我叫田安娜，然后呢，我跟电影没半毛钱关系，我是本科学的生物，然后研究生学的神经科学，我就是个书呆子。不知道啥，但是最爱的恐怖片儿，要说类别的话，就是对电影的类别的话，是爱看恐怖片儿。嗯嗯呀，我们还要嗯，说啥吗？差不多了吧？我这一期和上一期的背景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些电影，然后之后如果我每次都可以换的话，我可以换一挺好，些我喜欢的电影截图什么的。挺好，挺好。我这个背 OK，景那我就是 其实也可以，Rick 我 and 我真的 Morty。飘来飘去 Rick 啊。and Morty 那个 OK，瑞克的那个
那个车库，实验室对，啊，车库。实验室车库。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电影呢，中文叫四次，四次，呃，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意大利片子，就是意嗯大利和希嗯腊那边的一个片子，是导演 Michelangelo Framartino 的《Le Quattro Volte》。嗯念的可能非常的不对，我不会意大利语，但是就是翻译成英文的 four times，the four times，嗯，那这四次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非常简单，这是个非常简单的电影，简单到没有任何对白，那整体嗯呢讲的就是四次轮回的故事，一个灵魂在四个不同的生命这种表象里轮回的次数。啊，嗯，我哦，同意。而且就是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昨天是跟我爸要看这个电影，然后最开始我比较担心，因为我知道就是我能找资源在油管，我怕他们没有中文字幕，然后我爸看不懂，然后我后来发现，哎呀，没没有字幕。有台词，那就他可以看懂。我是昨天在床上就是睡前看的，真的很嗯，催眠，我也真的对，很催眠。就是这个电影儿 我爸睡着了。对，对，就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实话实说，它就是个文艺片儿，就是文艺的那种像纪录片儿，但其实是一个剧情电影啊。我它可能算是那种有一点 slow cinema，就是记录时间的流逝，就是有一些嗯，有些人看不进去的一种，就是有些蔡明亮的一些电影，还有一些那个人叫什么阿比查邦，就是这些导演他们做的 slow cinema 没有那么慢，但是挺慢的，对，就是一个这电记录时影有多慢？间流逝。那些就是 stretch it out，就真的那种的，就是有一个蔡明亮的电影，我当时在影院跟朋友一起看，那里面他们在那儿被按摩，然后给我整睡了，就是那个他一直在按摩，按了15分钟，然后我看睡了，我觉得哎呀挺舒服，就是那种感觉，呃，不是，是我电整睡了。影在按摩，还是你在边按摩边看电影里面有个15分钟的吧，我不知道具体多啊？长，就按摩，然后按摩了十按着按着，五分钟，对，还就睡着了。是对那 我睡着 slow 了，对。cinema，你觉得他想就是表达的很多东西是什么呢？就是 slow cinema 这个形式一般是想传达什么样的，就是时间的讨论，还是其实更就是最直观的就是你虽然 slow，但是你去跟他一起去你去跟这些角色一起去感受时间，然后去感受他一些就是渺小的一些时刻的一些壮大的美、壮丽的美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但是其实因为我并不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没有什么耐心去去看特别多的 slow，我可能个人就看过3、4部。但是嗯，其实有的还是会很让人感动。就是我看的时候，我会也是蔡明亮有一个电影，就是我看着那个角色他的泪从他的眼睛中流下来，然后我也跟着流泪，就是一种你跟他 共 share 情，the same body，就是你跟他的嗯，身体仿佛同步了，就是很神奇的一种感觉，就是时间你与他的时间是一致的。一对。种同步的解离体验。有种某种物质 VR One 也没有啊，就是反正就是感觉哦，我居然跟他是可以是一样的，我跟这个画面，我跟这个所谓虚拟的，但是其实这个演员本人也是实时的去感受他自己，或者实时的去做一些反应，所以就是演员、角色和观者三者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感受那种，就是很神奇的一种体验吧，我那你觉得。感觉有点 meta，那我比较喜欢 Meta，对 cinema，就对，是我比较喜就是确欢想这个。确实感觉就是打破meta 就是打破第四面墙的那种感觉，就是嗯，也有一些就是平衡的之间。他在就是导演或者是一个 creator，就是一个创作者在反思电影这个媒介到底应该去怎么利用它，到底应该去如何的去，反思这个媒介它的一些特质。比如说，我们可能想电影，可能想的是什么虚构，想的是娱乐，但是其实嗯，这都是已经进化过的一个电影的一个想法，它并不是电影初衷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想做一个记录，可能最开始就是火车进站的那个第一个电影，它其实想做的是一个，甚至是
吓到观众，就是哎呀，这个火车是不是会冲出屏幕，然后来碾压我们这种的一种，就是非常写实的一种过程。但是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怎么用这个媒介去娱乐他人。但是嗯，在进化，可能其他人又想作为这种写实的一种情况，就是我怎么能让就是屏幕前和屏幕后的东西是一致的，就是屏幕前和就是观影的人，他们可能是 share the same mindset or the 嗯，same experience 那种，可能就是不太一样嘛。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导演或者是不同的使用电影的，就是借用电影的一些制作者，他们想要表达东西，或者是想要去呃，对，就是不太一样。对，包括我就是们的他们想表达东西不一样，感受也选择的方式和媒介也会不同。对。嗯，虽然是一个媒介，就是都是电影，但是就对，是都是如何这就去使用。是电影的手法，电影的这个对对对，手法。是的，是的，嗯，OK，I've never watched Slow，我没看过 Slow Cinema 电影。Oops，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蔡明亮日子，你从这"日子"就是这个名字，你听着就我都不能很像，就是你跟他看。我感觉就是过日子，前一阵子，就是其实我一直在找，就是我最近睡得特别不好，然后呢，我就在找那个睡前适合看的电影，然后呢，你我就去看那个，在网上搜，我就在网上搜，就是适合睡前看的电影，都找不着，就是那些电影，就是无非就是《海上钢琴师》或者是一些那种大众娱乐片儿，然后那种片儿，我说嗯，我看了我也不会困。这不是。那种可能让你更兴奋，对，对，会让我更兴奋，因为我会不自觉的，就是我让我沉浸在剧情里非常简单。我看电影从来不挑，你就困不了。但这个电影就是我最近想找的那个会让我困的电影，就是如果你们嗯，也有失眠问题，强烈尝试这个电影。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如果它也算 slow cinema，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啊，就是算吗？就是它如果算。我觉得。当然，你什么都可以说。那这个电影你还可以说是什么宗教，对吧？就是这个电影你对，要定义它，也可以说是 对对对。religion。对，但如果他然后或者是你说是那么，也甚至可以说，算是对生命轮回、死亡的一种记录，对就是确实。对，就是嗯是的，类型这个东西是可以探讨的，所以它也可以算是 slow cinema，就是感受时间嘛。对，嗯，嗯，确实。但是这对，个，我先念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对于这个电影的点评和总结，是在那个《The 嗯 Guardian》这个杂志上，他们对这个电影的点评啊，这是一个2010年的电影。嗯 So, uh, Michelangelo Framartino is a 42-year-old Milanese artist, originally trained as an architect, who has recently turned from photography and video installations to the cinema. His second film, La Quattro Volte, The Four Times, is a sort of documentary about life in the awesomely beautiful but impoverished southern area of Calabria, 是中文是卡拉布里亚，是意大利的南部。对，就是他嗯从那儿来的。Calabria, from where his family originally moved north. Specifically, it's about the remote mountain town of Calonia, though it is only named in the final credits. This extraordinary嗯movie is, however, much more than one of those films about someone visiting a neglected corner of the world to observe ancient customs that linger on and ruefully comment on changing times. It is an essay, a cinematic poem, a spiritual explo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it's designed to make us think and feel about the world around us and our place in it. 嗯就这个电影，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呢，就是我跟我一个朋友看完了，我给我另一个朋友推荐了，我说这个电影吧，它其实没有那么有意思，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寓意特别有意思，但是你看的过程中，因为是文艺片儿的性质嘛，对于我来说，文艺片儿就是有时候就等于昏睡，这不可避免，但是它整体看完就感觉像是一个半小时的一首长诗。就每一幕嗯每一帧都非常漂亮，都可以当做壁纸，而且它就是深度内容想挖掘的这个主题，这个寓意也极富诗意，所以就整个感觉就嗯是像一个诗一样。
啊，这个电影因为嗯算半是我写的，我再就是多说两句，就是你刚才说了，这个电影的导演他的老家是卡拉布里亚 嗯 （Calabria）。那它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这个电影里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说4次轮回，那是什么呢？我们是从电影最开始一个牧羊人老头儿跟踪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黑屏。然后呢，随着他的死亡，我们转眼看到了新生，就是一嗯个羔羊，就是叭叭尖叫着，就是被生了出来。然嗯后你看到了好多好多小羊，好多好多新的生命。然后这个小羊呢，不慎走失了，走失了之后呢，它死在了一棵 cedar 树。cedar 是什么？中文 cedar，救雪命！松吗？对，就是许嵩，雪松。嗯，雪松，雪松，许嵩，雪松死在了一个雪松下面。玫瑰花的葬礼。对，然后你看着时间的推移，从夏天变到了冬天，然后小羔羊冻死了，冬然后天很快就过去了，冬天过了3秒，我就 对3秒，差不多。又一次黑屏，黑屏完了就是这棵雪松树，然后通过这棵雪松树呢，又是几幕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生命在它其他的生命，就是像蚂蚁啊，还有其他的鸟啊什么的，在它这个树旁边的样貌，然后随着它被砍伐、砍断、倒下，轰然倒下，那又一次黑屏，那块儿没黑屏，嗯，黑了吗？好像没黑。它不是倒下然后黑的，它是就是被切块儿之后黑，就哦，被对，它切块儿之后，他们碰到了组合了一下，然后那个一块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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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就黑屏了。就是它是嗯，从应该组装了像一个盒子一样的东西，有点也像就是那个坟墓，不是坟墓，是那个棺材，就是一块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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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就是每一块儿都让这个屏幕就是在它是从棺材里面类似的那个棺材视角。那个是烧炭不是，的。对对对，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像棺材，因为像最开始那个对就是对对，会被烧的那种，就是那个嗯。视角。对，然后对，随着就是它被砍成木条、木块儿，然后被拉到一个就是那种炭场，然后被嗯一块儿一块儿扔进这个像火山堆一样的这个火炉里，然后烧成了一大块儿一大块儿的炭。就是当时我看到那个炭，嗯我不禁想到了烧烤，但是这是题外话，就是好久没吃烧烤了，就是那个炭。然后那一次黑屏，我们又看到了这种碳，毕竟是一个 mineral 一个矿物质的形式又出现了。那这4次呢，我们从人类到动物到植物到矿物呢，这4种就是形态是这个电影就是想传达的，就是毕达哥拉斯，就是 Pythagoras 他的这个哲学理论的这种阐述。那毕达哥拉斯他认为灵魂会轮回，会转生，而且每次轮回其实是随机的，就是你轮回到一个狗身上和轮回到一个人身上都是随机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万物都有灵，万物都很美。就是你不能，这个电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作为生灵的层面都是平等的，没有说人我就重点去描述你，而是这4种形态都是在电影中占着同样的分量，同样的有这嗯个，同样的有尊严。嗯所以就是这整个电影就是说白了，在围绕着 Pythagorean 变成勾股定理了，就是 Pythagoras 就是然后阐述的这个理论去说的啊，他就认为的 soul of a man 就是一个人的灵魂可以在不同的表象中，这4种表象就是人类、动物、植物和矿物啊。嗯。但 That's 是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叙述的这个方式，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我们在就是播这个之前也讨论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看了很多我很喜欢的电影，都是以这种就是一个圈的一个形式去讨论的，就是一切都是循环的，一切都有轮回的这种就是可能。然后就是我们都是在一个
这种圈儿，要么就是这样的圈儿，就是那种环环相扣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很多叙事，他们其实都会利用这种形式去进行一个展开。然后我们当时在想，就是什么样的电影可能就是跟它的一种形式是类似的，未必是讨论的东西，而是一种就是什么样是就是以这种循环的，然后就是每一个东西其实它都是平等的一种结构，而不是从这儿然后流到这儿，然后流到这儿，流到这儿，不是一个向下的一个结构，是一个就是环环相扣，但是每一个都是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你就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或者观众朋友们能不能理解到我的这个描述啊？但是就是如果有的话，其实如果你们有觉得类似的这种，也可以推给我们，然后我们也进行一个讨论，或者是进行一个头脑风暴这样的东西。因为其实我觉得两个电影类似的地方，不一定非得是就是他们讨论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或者是类似的主题，而是它的一些结构，就是四段式，其实这也是个结构。嗯很多电影都是三段式，对吧？就是四季，有些电影可能是以四季这种结构去进嗯行一个展开，然后，就是感觉这种交替，这种就是哎呀，又回到了 step one，又回到了原始，就嗯。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是已经走了一轮了。这种感觉的电影其实肯定是有很多，但是我们就目前脑雾，就是感觉有点想不太到，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最能想的就是 sitcom，就是那种喜剧，很多喜剧都是其实每一集都是类似是在 trap 在这一集里面，它里面发生的基本很多事情都不会去影响下一集，仿嗯，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回到原地。就除了这些演员他们慢慢长大，然后这些甚至像《名侦探柯南》也是死了那么多人，然后他们500集之后又是一个什么情人节，就是其实没有除了他的主线感觉就是 以外，没有什么对 OP 了，他进行。设定都写不动了，只能换设定。对，就是没有他的手机，就是20年之后换了一个比较更新一点的，就是没有跟嗯着时代去走，就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每一集的一些除了主线以外的一些点，我觉得这种叙事挺有意思的，就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我们想了半天，想不到有什么类似的，就是柯南柯想到了南，对，柯南，柯南就是电影方面，没太想到。我的阅片儿数目极其有限啊，这种联想主要的都得靠笔。嗯，yeah。其实比如像那种连环杀人案，其实对于这种那个人，时间循环其实挺，就是时间循环这种电影有很多，像那个我忘了那个中文叫什么的那个恐怖片儿叫包括《Triangle》，慢慢走慢慢走呀啊，呀呀，慢慢走对是那个还有那个那个 Triangle，就是一个女的，她上了啊一个鬼船，，OK。那叫啥我知来着？道你说那个，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对，我不知道对，就是那个，我不知道那个中文。那个电影，对，后期加上那个，嗯，我刚才想说啥来着？对，你说还有什么还有电影？对，就是这种时间的，像那个，包括什么《忌日快乐》这种恐怖片儿，也是啊？就是时那我不知道。间慢慢循环，还有那个《死神来了》，OK，其实也是嗯这种类似这种。对，，OK，刚才没有说的这个剧情，就是这个《Le Quattro Volte》，它这个剧情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最开始第一幕就是烟雾缭绕，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像像 B 说的像坟堆儿一样，但是这是像火山一样，就是冒着烟儿的一个土堆黑堆，然后有一个人嗯拿着一个锤子在那儿梆梆梆把屎把屎那么敲。那个我就刚开始我没见过烧炭是什么样子，我就说啊这是在干啥？然后下一幕就切换到老头儿了，就是牧羊人老头儿了。所以我嗯不是我当时就是前头电影都已很迷茫，然后直到最后结尾，就是有那种恍然大悟啊，生命是一个轮嗯回，我们又轮回到了最初的矿物的样子，就是又换了一种形态，就感觉真的很嗯。妙，就一切都还回来的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这个我觉得很悲观。虽然我的感触很深，我还很感动，但是我觉得很悲观，就仿佛这些人的存在到最后又回到零了，就是那种感觉走了一圈又回到零了，而不是一种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就是他轮回到另一种形态。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悲观，就是我的那种观感是一种，就是
最终都要回到这里来，就感觉很徒劳。就是那你走了一圈，为什么呢？就是这种感觉，我有点就是我当时看的是比较难过的一种心态。负对对对，面感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觉得，嗯，嗯。我明你说，我明白我明白你想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才也就是录之前也说了，就是那种宿命感，就是死亡不可避免的那种感觉，我们终都走向死亡的这种一步一步靠近这种绝望感。而且尤其是第二段故事，那个小羊羔当时在那个，这个是就是他不是在一个小，就是他在 trenches，他在一个沟里被 trap 了，然后他逃出来之后还是落队了，就是他在落队的那一刻，他在哪一刻都有可能死，然后就是他每一刻都是。其实没有意义了。他再换到另一个地方，他还是找不到，就是他的那个羊群还是要死。就是他被 trap 之后，他掉队的那一刻之后做的每一个努力，其实因为他的结局来看就是徒劳的。我当时看就很难受，就是那一刻之后就决定了，差不多，那第我就二幕确很难受。实很悲伤，就是那个小羊，同时对于没有看过电影的人来说，就是跟你们描述一下，就是他一直在叫，一直在啼哭，就是在找羊群、找妈妈，一直叫的特别特别凄惨。这可能是除了狗叫，第一幕里狗叫以外，就是电影里最吵的部分，就是吵打双引号。但是就是那一段看的确实是非常难过。就有一种我当时看虽然很困，但是有种眼泪马上就要呲出来的感觉。就是我知道他会走向死亡，因为我看这个电影，其实你在看到第一次黑屏，然后随着一个人的死亡，立马有新生出现的时候，你其实就预料到了，是我们都将走向死亡。但是我在 V 这个基础上，我看到的可能稍微乐观一点，我觉得。随着伴随死亡的，永远都是新的开始。所以就是这嗯个角度嘛，你想从怎么什么角度去看这个都可以，完全都 OK。就是嗯，生命本来就是带有宿命感的一个东西，要讨论生命的话，肯定就避免不了这种有生命就避免不了死亡，有死亡也避免不了对，生。嗯，无限嗯，的一个循环。就是看你走了一圈之后会不会有新的起点吧，就是这种感觉。对，如果你嗯。下辈子投胎，就是你带着这样的理论去投胎，你希望你自己投成啥？其实我说实话，就这个问题我问过别人，但是就是我本来有一个自己的回答，但是听完他的之后，我没有别的回答了，我要偷了他的回答，好吧？就我觉得他说的是我最想成为的。就是我当时在就是美国问，就是我的一个就是美国朋友嘛，然后我问他的时候，他说，If your answer is anything other than a big dog at like a middle class family, then you're wrong，就是一定是一个就是在中产或者中产以上家庭的大犬。我觉得对，那就是我的答案。我之后如果问我，我都会这么说。我觉得那是我的想法。对，我就想成为一个开心的家养的大犬。对，你呢？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刚才就是随便问的，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什么，下辈子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一定要嗯。脱胎当个啥啥啥啥啥。但是真问到脱胎吧，我也我我也不我可知道。能原先说是鲸鱼，但是我其实并没有什么了解，我只是比较喜欢就是水系的东西，所以就是，但是在他说之后，我觉得对啊，就是做动物的话，家养的话可能会稍微对动物本身是健康各种能有些保障的，所以就是如果我成快乐动物的话，无忧，没有担忧的感觉。就嗯我想起来，咱们之前上那个英语课的时候，有一节课不是米其林，我们的那个英语老师让我们写我们觉得做不到的事情，然后攥着这个纸条在手里，我们走高了，到海边儿，然后埋了烧了，把我们的这些纸条对，都烧了，意思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做不到的，把这些烧了就行，就是这些负面想法烧了就行。当时其实我的纸条我写的，我印象特别深，不知道为什么。我写的第一个是我想做一只海豚，然后嗯把它烧了。所以一定要问的话，可能下辈子我要做鲸豚类，就是像你说的，嗯。就是做海豚。我很了解海豚，海豚是一个，呃，毕竟我以前梦想是想干这玩意儿，但是
你越了解海豚吧，你越发现它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众所周知的了，已经是对，热知识了。是的，是的，但也是的。也无所谓，就是我觉得能体验到另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甚至可能有文化的，呃，生命和他们的这个社会结构，一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算残酷一点儿、血腥一点儿、暴力一点儿，但是我觉嗯，得起码是比做就是每你假如说从这个电影你去汲取它的这个寓意，那所有的生灵都平等，万物皆有灵，那其实你做什么都无所谓了。其实做一粒沙子的话是比较保险的，就是慢慢的消耗，然后就到你看过没有。那个电影，那个Everywhere and Everything at Once，or was it 没有，没有。就是我如果我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不太喜欢我，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大众的东西。就是我如果知道这个东西太火了，我会等20年再看。对，就是我会不会当下就看，一般80%都会这样。对，我现在对动漫也是这个想法，我没看，但是它我知道，火了我就不想看。但我知道就是我的朋友们，他们70%吧觉得很难看，30%很喜欢。对于我也这个电影，不喜欢这个电影，我也不喜欢。但是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变成了那可能73%。对。啊，就是这个电影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处是，就是它好像中间有一段我记不清了啊，有一段就是好像在穿到很多不同的场景里，然后有一幕呢是他穿成了一个石头，然后他穿成了一个石头呢，他也在疯狂的跟另一个石头，我忘了是对话还是自言自语，就那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就突然想到了，也嗯没什么关联，矿物质，矿嗯。物质另一种形态，我觉得变成石头其实挺好的，对吧？就是即使被人踩，也不会，你只会分裂吧，分裂或者是被消耗，硌别人的然后脚，被踩，或对，就者是可以被收硌别人的脚，藏，都有可能。就嗯，对是或者被做成戒指，对吧？就是不同的可能。对，要不然不被人在意，要不然被人供奉起来欣赏，对啊，但是你的生好，命还是延续的，就是但是也没有什么感觉，可能不知道石头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嗯，会嗯，痛吗？或者做一棵被踩吗？没大树，到。很多人想做一棵大树。做一棵大树对，你得看你选的是什么，很难受。比如说亚马逊雨林里的一棵，或者是我一直觉得就是太多的灵气聚集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必有要成精的东西，这是能播的吗？但是就是我觉得森林吧，因为我看了很多森林的恐怖故事，我觉得森林它带有一种你没法解释的一种氛围，我不知道你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咋让你选一个地方去做一个 retreat，就是你有个假期突然来了，然后5天吧，你会选择去，比如说森林，还是在就是海滩，我肯定会还是去海滩在啊，我就只爱大海。真的吗？你不会去森林吗？我不会去森林，我觉得森林就是我如果想要一个微恐怖的跟朋友的那种，那我可能想去森林，就是体验就是恐怖片儿感，的。对，体验这种感呃，觉。林中小屋那个恐怖片儿我就很喜欢，但是那个是个怪物片儿啊，就是偏题了。但是如果能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会选择其实去海边儿。我喜欢海边儿，我喜欢潜水，嗯，我喜欢大海。其实我觉得大海比森林还要恐怖。然后。深海吗？还是就是海深海，整体？这也是那个嗯令人令人着迷的地方，就是那种浩瀚未知无垠的感觉。但我不喜欢外太空，嗯我就只喜欢大海、嗯。哎，森林、大海、雨，挺好。这感觉都是一样的。其实归根结底嗯。都是让人我觉得几年前我会说大海，但是我觉得森林是很净化的，就是它很干净，就是感觉走进去我就开心。今年我把我的答案改变了，我觉得原先我一定会说海滩的。对，氧吧。那你是不是想一个更安静的地方？森林对你来说更安静？就是感觉很秘境，就走到了一个就是对隔绝噪音的一个地方嘛，然后就感觉非常的
平静，对，然后绿色就是感觉看着开心，就是今年我变了，原先不是这样，原先我觉得海滩可能你是现在我更喜欢。看屏幕看太久了，想要绿色护眼？我不知嗯，道，就是我觉得今年我觉得比较喜欢一些绿的东西，包括看这个电影也是，我觉得就看到它绿色的那些地方我就很开心，觉得哎呀开心。就是那个山、嗯，那个林子、那个草地，就是都看着都很舒服。对，那个对，就是它开始的时候就是不是碳那块儿，是那个牧羊人那块儿，就是他看那咳块儿就都黑嗽咳嗽，然后白的了。对。对，然后但是你能看到它那个山顶，然后它的一些羊在吃草的那种，就觉得很开心。其实这个片子就是咱们再说回这个片子里的一点点细节啊，就是其实有一个我想跟你一起探讨的一个点是，那个老头儿不是一开始就在咳不停的咳嗽嘛，所以就是一开始对，其实就已经预示着他在走向不可避免的死亡。就我们在这个嗯一开头就知道了这一点，也片子也在不停的嗯强调，因为他几乎一直在咳嗽。那然后呢，嗯嗯，你发现他在第一天晚上就寝的时候前喝了一个药，一个神秘的粉末，倒到那个水杯里，喝完了，第二天他喝完咳嗽了。喝的更重了，我当时在想你在喝什么？没有，对，他咳得更重了，但第二天他确实好很多，对不对？然后第二天咳对对，没了嘛，他又去教堂去取药了。然后嗯我们看到的，首先看到的一幕是那个教堂的人员在扫地，神职人员在扫嗯，地，然后扫了好半天，扫了好半天，完了之后呢，他把那个就是那叫啥来着？I can't remember。那个火鸡，戳子簸箕那个，啪放在了桌子上。我说这是在干啥？脏不脏？我爸也很疑惑，我以为他在扫桌子上的灰，是我爸也很疑惑。然后你就眼睁睁看着他撕下来一个杂志的一个纸，然后把这个灰小嗯，心翼翼的放到了这个纸上叠好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大事不妙了，我说我靠，他喝的是这个灰啊！然后果不其然，老头儿来了，拿着灰欣然离开了。这个时候我就非常而且就在那之前，你能看到他教堂的那个灰的一个特写，就是它是这种就是角度，然后你能看到那个灰在天空上漂浮。然后我对。爸说这不会是他疾病的来源吧？这个灰尘，我说这应该不是一个肺尘病的一个一个电影，结果不呃，是它的来源，而是它的解药，就很妙，其实就是哦，对。我没往来源上想。哎，我爸当时看的时候说，这不会就是他为啥一直咳嗽吧？就是来源和解药，对，但是真的没准儿啊，真的没准儿。你说在那么自然的地方，你能咳成那样也挺难的一个事儿。然后他嗯反正一路是就是这个就是喝药的这个事儿嘛，但是我觉得很妙的是，他有一天就是第三天，还不是第三天，他去嗯，嗯拉屎，他在草丛里拉屎。我我觉得应该是拉屎吧，对，你要不然尿不了那么久，他在拉屎，然后他拉完了之后呢，他的眼睛完全是就是没有眨过一次，直对，到有一只然后有蚂蚁个头，过来，他对，开始眨，是蚂蚁是对，吧？嗯，我在我的笔记里，我记录的是这个老者，就是他每一次在一个长镜头里都有一种静静的死，就是淡淡的死感，就是就有一种他半死不活吧，就对。是对就反复的植物人，好像在甚至。跟你强调，他要不行了，他要不行了。然后呢，他在拉完这个屎之后，虫子爬上脸之后，他离开了，给了一个什么特写镜头呢？就是他的一个药在地上被虫子爬过的特写镜头。嗯，嗯然后这个老头儿当时没有察觉到，然后一路上捡了很多东西，这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捡的东西是啥，然后拿回了家，然后晚上他发现药没了，咳嗽的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只好连着夜色也去教堂敲门取药，没取到。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老头怎么样了，就是他是留了个白，不知道是拿到药了还是怎么地了。然后镜头切到了嗯早上，发现一切都陷入了混乱。然后这个半个多小时以来，镜头第一次开始主动产生偏移，以前就是一个镜头放在那儿就嗯拍这一幕，然后这个时候第一次嗯镜头产生了移动。
然后移动主要它居是就是它的那狗。个视角是在能看到，就是它的羊群被栅栏围住，然后直对的其实这个老头住的那个地方，就是嗯，能看到就是车突然往这个方向走过来，然后一堆人什么的，就是然后会跟着这个人的那个动向去进行移动，像刚刚田娜说的，对，对，嗯然后那个老头儿的牧羊犬就很着急，因为正常时间那个车过去了，其实老头儿应该来上班儿了，但是老头儿一直都没有来。这个时候你可能心里咯噔一声，老头儿是不是出事儿了？然后这个狗呢，就是虽然老头儿没来，他还是想尽自己的职责。然后这里有特别诙谐的一幕，就是这个狗把那个车后面的一个蝎子给给叼走了，然后这个车邦的一下撞到了这个羊栅栏里，然后所有的羊都出来了。那这些羊出来，他们去嗯哪儿了呢？他们去到了老头儿的住处，入侵了嗯，他的整个房间和他所住的小阁楼。嗯，然后有一只我最喜欢的这个电影的一个镜头是那个羊站在老头儿家里的桌子，桌子上然后把那一盆儿的他收集的蜗牛，对给干翻了。我就感觉这跟我家猫干的事儿一模一样，这个羊好像猫，太好笑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它。你说他就是老嗯。头儿把他们困在那个里面，是为了煲汤吗？就做那个料理吗？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呢？你说的，应该是就是，我听说做蜗牛儿的方法，你得是先让蜗牛排净，要不然的话，它身体嗯里的有一些东西是有毒的，正在消化的过程中。所以你如果想吃嗯蜗牛的话，这是我猜测啊，我不确定什么意思。嗯必须得让嗯它把身体里的杂质和消化液排净，它可能是放在锅里嗯在等这一刻，但是也最后嗯。没吃上。那你觉得就是那个羊把它踢翻了是一种拯救吗？就是因为我当时想大事不妙，他们要被摔死了。但是其实我在想，那老头儿可能本来也是想做掉他们，对吧？就是想 cook 这个东西，所以他可能这样做是一种拯救。就是但是他的那个就是蜗牛的命运是不知的，因为他并没有给镜头，对，没给然后也镜。没有什么能让你知道就是他们的下场是什么样的，所以是两种不同的可能，一个都是被压死了，另一个就是蜗牛也占据了他的家庭，就是变成了一种对解脱，两我觉得种可能吧。我倾向于后者。虽然他把那个锅，因为头一次，他第一天晚上捡蜗牛的时大候，那些错，蜗牛都大大出头，但是他就把那个拿一些布条把这个锅给系上了，让蜗牛跑不出来。不知道嗯干翻了之后，这个羊把它们干翻了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个嗯，我没往那个层面想，我就觉得像猫，这是我的想法，这很有意思。可以可以，然后就反对，正镜头就是上一上，你就发现根老头儿，据他们嗯，嗯，对，但是他那个死了也像活着。我当时在想，他是死是活，就是他张了嘴，然后也有呼吸的声音，我感觉就是对，是不知道，呼吸，然后你看到他的胸膛起伏停了，嗯，对，然后但是就是其实他的这个死和嗯活是这个界限是很模糊的，就是你不知道他对，死，就是差不多感觉，对因为他之前就像我们说的，一直都半死不活儿的，离死不对，远儿，咳嗽的。嗯但是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导演我觉得他怕你看不懂，他在反复的强调这个老头儿变成羊了。就是新生转换，他们这个是衔接的，因为那个这个老头甚至捡到了，在有一次牧羊的过程中捡到了一个羊铃儿，羊脖子上那个咣啷嗯，咣啷对对，铃铛，然后他一直带在身上。他自己走出去的时候，他晚上去那个 church 的时候，去教对，堂的时候也带着那个声对，就是羊走路的声音，包括最后他临死前的那一幕，就是镜头转到楼上的时候，你看的视角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羊脸，其实这就是老头儿临死前的视角。头一音，次在电影里出现了第一人称的这种视角去看东嗯西，然后你嗯过了几秒他死了，你就有，然后再过了几秒黑屏，再过了几秒一个小羊诞生了，其实你就有一种哇，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的感觉了，就生怕你看不懂，感觉里嗯头有很多寓意，包括之嗯后那个像我们刚才说的，老头拉屎的时候，虫子跑到他脸上了。
那之后在小嗯羊走失的时候，他经过了同一片草丛，也有一只虫子爬在了他的脸上，同样的位置，嗯所以嗯，就是在试图告诉你，那个树镜头是不是有对，一个虫我是比子爬在树较喜欢。干上？嗯，sorry，嗯，就是最后那个树的镜头是你刚刚说什么？虫子爬在树干上了，最后吗？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树，有个人爬上去了。对，是有个人爬上的，对，这个也是。那嗯一幕我也特别喜欢，那一幕特别像墙纸。嗯。我觉得就是我比较喜欢电影里出现这种就是反复的一种东西，就是 motif，就这个画面它又出现了，又嗯，出现了。虽然可能不是完全一致的画面，但是以这个，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形式，对，所以你还能我会想到想这些，就是平时你我会记录。喜欢的电影里哪个嗯，用了这个形式？我让我想一下，重复的，这个可能我得想一下，但是就是其实很多电影他们尤其是讲那种比如说一种轮回的一种形式，他会用同一个东西让你知道，像你刚刚说，像用同样一个东西让你知道，这两个人是一个人，或者这两个人曾经都拥有过同样的灵魂，这种感觉啊。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梅艳芳演那个电影叫什么？胭脂扣应该是，对，它里面也是用同一个应该是镜子去告诉你，就串联起两段生命吧，类似的，就是会嗯用这样的物体，或者是有些电影会用画面，就像今天你说的，就是这个虫子爬过去这个动作，甚至是就是同样的动作、同样的画面去告诉你一种联系。对，嗯，嗯，蛮好的。我也很喜欢书里用这个手法，就是书里因为你是局外人嘛，你看这个书的时候你就说，哇，这个线索这么明显，就是怎么，就有这种感觉，你们怎么在里面看不到啊？这个这里也是这样的，就是局内人是就是看不见。之前你在读《The Guardian》那个的时候，我在想，就是他不是描述说它像一个 visual essay 或者是一个 poem，我在嗯想，就是这种东西，它如果用言语去怎么去表达？因为它其实我觉得它传达的是一种就是很 subliminal，就是有一种超然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用文字其实是很难去描述它给我带来的感觉，或者是去描述它这些场景，或者是嗯，巧合，或者是轮回的这种就是线索吧。我觉得其实很难去描述，用文字的话，对，这也是电影的，你觉得呢？就是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它之所以那么多人喜欢，就是很多人说它很成功，就是因为它去做电影该做的事情。只有电影能做到的事情，去传达一个他想传达的东西。现在就是很多电影，其实你说就是改编小说儿改编的也不咋地，翻拍也不咋地，就是它有很多对白，有很多话，有很多情节，但是归根结底，它真正的就是说灵活的使用到了电影这个媒介去跟他的观众沟通了吗？没有，他只是在简单的去娱乐他的观众，当一个那种说难听点儿就是个小奶嘴儿嘛，对吧？嗯但是这个电影它做到，它就是真的是思考了，我是这个形式能去讨论这个，以我想要的这种风格、这种方式，给人带来的是一个感受。那就像文字，它也很有力量，但是它带给人们的感受跟电影还是不同的，诗歌也是不同。嗯我觉得这个就对。是选择去电影去弄，就是恰到好处。你拍成短片，它又没有那个氛围。你要是写成文字，就是它没没有有那种 人能读得 slow 进去。cinema，对，它没有一种，就如果是短片的话，它没有那种你去跟他去感受他生命的流逝的这种过程感，对，就是会不一样。觉得这个形式，甚至它如果再长一点也可以接受。说实话，就是这个电影，它嗯，这个短，它这个长度可能是他在照顾有一些观众，甚至就是没有那么长，对，它其实可以再长一点，如果他想。嗯，对，就是对，其实这个电影只能是这个时间，然后再加长，再对，短的话就不太能去给人这种感受了。对，
我觉得他嗯最了不起的地方其实是把一个这么深刻的寓意、深刻的主题拍成了一个人人都能看懂的电影，还很美，嗯，就很难啊，我感觉。对，对，但是他做到了，真的，我感觉只有，算了，我别轻举妄动，别就是夸下海口，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能够看懂、理解，然后准确的是。抓到它的一些寓意。之前就是我可能把这个带到一个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读的一个理论吧，然后它其实讲的是最基本的，就是为什么卓别林的电影可以被放到被放在就是俄国放映，然嗯后没有字幕，但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到，因为他电影的初衷就是这样的，他的电影的初衷就是 it's a universal language on its own，就是这个媒介，它就是一个 universal language。包括他想传输的一些当时的一些电影，就是20几年、30几年，他其实他想表达的一些意思，就是共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一种 嗯，unite，you know，工人阶级去联合起来，一起嗯，联合去做一件事情。包括当时他其实想刻画的故事，也都是工人阶级的故事。卓别林他就是一个，甚至他是一个阶级以外的一个，或者是因为他太 below everything else, everyone else，所以他是一个阶级以外最最最底层的一个人。通过描述他的故事和他跟阶级的碰撞，和他跟就是中产阶级，比如说这些人的碰撞，去剖析阶级这个东西，或者去剖析一些社会的一些真理，然后这种东西给当时在苏联的人看，他们是完全能理解的，甚至不需要任何的语言，而且当时也是默片儿，虽然会有一些 title cards，就是它会有一些这些人在说什么话，然后上面写的英语，即使不需要被翻译，这些俄国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是他们都能明白。就电影的初衷其实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所有人都明白的语言，世界共同语言。对，就这个电影也给我类似的感觉。对，嗯，电影的力量。其实某对，种意义上，是的，我们的讨论也达成了一个循环。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说的话题，也是一个其实是在轮回。对，讨论 slow cinema 和电影形式和电影想要表达的这个媒介和内容手法。咱们最后，嗯这临近结束的时刻，也又讨论回来了，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圈儿。我们这一次讨嗯，论也形成了一个 circular 圈儿，narrative。对，是的，因为电影的初始它只能是默片儿，他会用一些交响乐，而且那些交响乐当时是交响乐团在剧院实时进行演奏，所以就只能是 live，就是配乐或者是进行一些就是 但是就是这个电影也算是个默片儿吧，反正就是也进行了一个 callback，进行了一个对，这个电影里也没有，我要把电影嗯，嗯我说这个电影也没有啥 音乐，也没有音乐，咱可能有点延迟。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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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结束了。我觉得可以，就在这样一个闭环。OK，但是你好的，刚才好的。说到交响乐，还有就是谁都能看，我就想到了《猫和老鼠》，我晚上要去看《猫和老鼠》了。对，其实猫和老鼠它其实也是一种就是默剧的形式，而且它也是谁都能看懂，小孩儿也能看懂，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是的，是嗯，这样的。这其实个媒介的初衷就是这个样子。选的这个电影，我觉得也很好，因为毕竟我们这个 channel，我们这个频道的主题就是想说，电影谁都能看，谁都能讨论，长眼睛、长耳朵都能看一看。这个话说的不好，我要剪出去。那个就是谁都能欣赏，谁都能看，谁都能去发表评论，谁都能去加入讨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事都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比较有就是可贵的，就是两个人的讨论可以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对于这个电影100%去赞同嗯，一些就是观点，或者是甚至解读，甚至发生了同一件事情，可能都就是两个人看法都不太一样，所以之后我们可能会考虑做一个，比如说看了一个电影之后，发现两个人的想法真的截然不同，然后进行一在个讨论，我节目觉得上直接也会 干起来，然后两个人绝交。in touch no more，就是 Touch no more。out of touch。
或者观众朋是友们能够见到友谊的更迭和时代的变迁。我们这个转型做真人秀，就是再见朋友，可以成为之后的就是形式，啊，哎，呃，可以的。那我们在这里，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啊，我想说，就是我希望就是别人可以提些，就是观众朋友们可以提些建议，在下面就说一些，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我们的频道可以如何进行改善啊，或者你觉得什么电影跟今天的讨论比较可以，就是联合起来看，可以去促进我们对于这两个电影的了解啊、什么理解啊各种的，就是进行一些评价吧。然后我们也会学习，对，然后去努力把这个频道做得更好。嗯或者未来你们想让我们看什么电影，或者是对对，都可以评论，都可以留言。然后我们以后可能嗯会做各式各样的电影，不限主题，嗯，我们对。看的东西都很杂，所以什么都可以推荐，只要你觉得有意思，有可以讨论的点。但是目前我们嗯。可以接受，比如说我们目前的打算是2月份去做，就是情人节的一个主题吧，就是也不一定非得是非常 wholesome，不一定非得是非常令人潸然泪下的爱情，可以是对对比较扭曲的那种。对，对，我们可以接受一些爱情类型片的一些推荐，然后我们会考虑，到时候热门儿的、讨论一下。深刻的、好看的、冷门儿的、小众的、文艺的、商业的，对，啥都行。就是你可能觉得，可能这两个人是兄弟，然后他并没有明确的说他们是爱情，但是你觉得他就是爱情片，那我们也可以去进行讨论，对吧？就是社会主义，社类会主义型都是兄弟情，模糊的，必须要，嗯，社会主义兄弟情。对啊，什么叫什么我的团长我的团，就这种的，啊，其实都可以，对吧？就是大家可以说出你为什么觉得它是爱情片，这种的都行，我们会采纳，然后可能到时候进行一个讨论，好，好。In touch，拜拜。节目见。